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阿迪達斯的 Crazy Energy Launch。听到這個名字啊 ，Launch， 大家一定會誤以為它是之前 Crazy Energy Plus 的加強版，畢竟 Launch 是彈射、發射的意思。但是實際上，它只是 Crazy Energy Plus 的一個簡版產品，而且它的中底也並不能給到我們什麼特別明顯的彈射感。它的中底配置就是非常典型的阿迪中低端籃球鞋的配置，全掌的 Light Strike， 仅此而已。与以往唯一不同的一個地方，就是它跟米切爾8代一樣，它也用上了這樣一副全掌超臨界的鞋墊，鞋面跟 Crazy Energy Plus 的材質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發泡鞋面，只是它在鞋面上多了一些透气孔。不過因為它的內部填充做得非常厚，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奢望這多出来的一點點透气孔能改善它的透气。而且相比 Crazy Energy Plus， 它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整體重量，单支42碼的重量來到了400克左右。好在整體的重量分布還算比較均匀，上脚之後的實際體感重量還算可以接受，并不会成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OK， 那基礎配置差不多就是這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一雙阿迪達斯最新款的中端團隊鞋款 Crazy Energy Launch。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 ，Crazy Energy Launch 用的是一個偏寬的鞋楦，對於寬腳會比較友好。腳型偏寬的兄弟們也可以放心選擇。而且因為它的內部填充做得非常扎實，所以窄腳的兄弟們選擇它也能得到不錯的包裹鎖定。在變向的時候，雙腳在鞋內不會出現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也不會有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出現。不過有一點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下，同樣是因為它的內部填充做得比較厚，所以相比其他阿迪達斯的籃球鞋，它的內長會稍稍有一點偏短。我平時耐克穿42.5，阿迪達斯的籃球鞋大部分情況下我選擇42碼會比較合適，但是這雙鞋我選了42碼之後，明顯會覺得它的內長有點不太夠，在做一些急停動作的時候，經常會出現頂腳趾的情況。所以如果你有購買這一雙鞋的打算，請務必比平時阿迪的尺碼買大半碼，或者就按照自己耐克的尺碼進行選擇就行。只要尺碼選擇正確，包裹和鎖定都不會有問題。之前的 Crazy Energy Plus 在我們出上腳的時候它的鞋面會有非常明顯的卡腳問題，需要我們花一定的時間去進行磨合。而這一次的 Launch 版本則完全沒有這一個問題，一上腳就非常舒適，完全不會卡腳，整一個鞋面的舒適度和包裹的緊緻程度都非常棒，並且它還能給到我們非常拔群的鞋面支撐，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在鞋面方面，除了透氣性確實不是特別好之外，其他基本上挑不出毛病，很棒。而至於它的中底整體給到我們的感覺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正常使用全掌 Light Strike 的籃球鞋的那種感覺。雖然用上了 Boost 的鞋墊，也無濟於事。整一個中底給到我們的感覺就是韌中帶一點軟，沒有特別明顯彈的感覺，非常典型的 Light Strike 所能帶給我們的感覺。在發力蹬地的時候，雖然不會有特別明顯的泄力感，但是也完全不會有助推的感覺。它的中底跟它名字裡的 Launch 完全搭不上邊。不過它身上的 Light Strike 有着相當可觀的厚度，這能給到我們十分不錯的緩震。我19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震腳的感覺也幾乎沒有吸震效果非常棒，並且因為它整一個中底的調教也會更加偏軟一些，加上它中底給到了我們硬度不錯的前扎硬質板材，所以它的跑跳體驗出乎意料的居然還不錯。雖然它的外底造型非常的平整，沒有特別明顯的滾動感加持，但是絲滑的中底過渡加上中底的前插板材，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它的中底體驗都還不錯。這也是它在中底方面唯一一個能讓人眼前一亮的地方，也是這整一雙鞋身上唯一一個可以跟 Launch 這一個單詞搭上邊的點。而它在中底的其他方面表現就相對比較平庸了，就是一個各方面都夠用，更加注重穩定性的中底。它的外底造型非常寬大，也非常平整，前掌的外擴做得非常的誇張，這就讓它有了十分出色的穩定性表現。穿它打球腳底下就非常踏實，在做動作的時候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後顧之憂。當然在穩定的同時它的靈活性也並不差。前掌雖然確實非常的寬大，但是彎折體驗還不錯，不管是在做變向動作還是交叉步動作的時候，中底的彎折都不需要我們花太大的力，對於多腳步的球員也還是比較友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選擇。而至於它的強度，阿迪達斯的籃球鞋在這一方面一直都不需要我們過多去擔心。而且這一雙鞋的中底光是肉眼就能看到它有着面積相當可觀的抗扭片，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对抗的時候，腳底下的球鞋
且也完全不會出現誇張的形變，即使要穿它去打一些高強度的球局，也完全不在話下。而它的抓地會比它的老大哥 Crazy Energy Plus 更加的可靠一些，不會有那種在急停的時候腳底下突然失去抓地力的情況，但是會比 Crazy Energy Plus 更加容易吸灰。在有灰塵的场地上，需要我們更多的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證腳底下有夠用的抓地力。耐磨就比較普通了，外底的橡胶依舊還是有點偏軟，還是更加適合在室內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外场我不是特別推薦。Crazy Energy Launch 亞當球鞋乳安評級 B 級，這就是一雙非常可靠、各方面都比較均衡的團隊鞋款。當然它的風格傾向也非常明顯，它會更加注重穩定性，更加注重強度，在跑跳體驗方面也有着不錯的表現。如果你比較注重保護性，又想要一雙好跑好跳的籃球鞋，那它確實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